今天我们来说上古奇书《山海经·西山经》中半人半兽的杂糅之神。山海经西次山经中说，西南400里曰昆仑之丘，是为地之下都，神陆武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地之幼时。如雷贯耳的上古神山之首昆仑山是天帝在人间的行宫，而掌管这座神山的是神陆武。陆武有着虎形的身躯和9条尾巴，但是却长着一副人的面孔。他不仅身为昆仑山之神，而且还掌管着天之九部和天地的元佑及其时令。所谓天之九部，在古人的世界观里，按照方位把天分成了9个部分，称为九也。吕氏春秋游史览中说，何谓九也？中央曰君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昊天，西南曰诸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这九也又被区分成了5个区域，由5方帝来统辖管理，分别是东方太昊、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可见昆仑山之神陆武所掌管的天域之广以及地位之高了。而所谓幼，本意指的是帝王豢养禽兽的带有围栏的封闭式园林。然而天地之幼中豢养的却是一些奇异的怪兽，其中有一种被称为土楼的怪兽，它长得像羊，却有4只脚，喜欢吃人。还有一种被称为青猿的怪鸟，它大小似鸳鸯，却长得像马蜂，被它叮咬的鸟兽都难逃一死，就连草木被叮咬了都会枯萎。可见陆武这个兼职的天地私家园林管家需要一些神力手段才能看管住这些凶狠的怪兽。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要掌管园林中动植物生长繁育的时令节气。因此这个在上古神话中鲜有听闻的陆武，其实责任重大，还颇有点天地尽是神的意思。关于陆武，除了西山经中寥寥几笔之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神话传说。不过这位大神却很有可能和现在常见的一个姓氏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将陆武快速连读的话，就会发出卢这个字的音。卢字繁体字写作卢，卢字中就有一个我们现在常说的虎字头呼。我们继续往上追溯到甲骨文时期，甲骨文卢字最早表达的是火炉的形象，后来加上了声部呼字后，变成了现在的卢。而呼字在甲骨文中是猛兽皮革的意思，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也与虎有关。种种蛛丝马迹似乎透露了一个信息，卢字自远古时期开始就和老虎有着很深的联系，而卢姓有可能是陆史中所说伏羲氏部落联盟15个氏族中的尊卢氏的遗存。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所谓的陆武就是远古时以虎为崇拜对象的，生活习性是围炉而居的古老卢氏部族呢？陆武虎身而九尾的形貌背后，是否也有可能隐含了其他的信息呢？由于篇幅原因，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再单独和大家掰扯。无独有偶，在西山经中还有一位与陆武形貌颇为相似的神，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神入收。山海经西山经中说，右西290里曰幽山，神入收居之。入收又叫做该，是上古神话中的金神、丘神、西方之神以及天之行神，同时他还是西方帝少昊的儿子以及辅佐神。近代的郭璞在《山海经注》中说他人面虎爪白毛直月。入收长的人面虎爪和陆武堪称同类，白毛是五行中金为白色的体现，手持月则是他身为刑罚之神的职责象征。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国语》中还记载过一则和入收有关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春秋时郭国的国君郭公丑有一天梦到自己身在宗庙之中，突然一个人面白毛虎爪直月的神人突然出现在宗庙里。郭公丑一时被吓得魂飞魄散，正要夺路而逃之际，却被那个神人叫住。神人说道：我传天地之命告知于你，晋国的军队将要踏破你们郭国的城门。不知所措的郭公丑听罢，立即向神人跪拜施礼后，就从梦中惊醒。醒来的郭公丑立即招来史官萧，询问梦中的情形。萧听完后说道：果真如君上所说的话，刚刚梦中出现的神人叫做入收，他是上天的刑罚之神，专门负责执行上天的惩罚之事。6年之后，晋献公借道虞国，出兵攻打郭国，郭国灭亡，史称假道伐郭。不论是陆武还是入收，人面虎星神在西山经中都是地位很高的神，数量也屈指可数。而另一种半人半兽之神在西山经中则要常见得多。山海经西次三经中说，右西320里曰淮江之山，是为地之平埔，神殷韶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纹而鸟翼，悬于四海，其音如流。
淮江山山南盛产丹素，山北则有丰富的金银矿藏，那里实则是天地的一块平坦的原谱。淮江山之神名叫鹰韶，他长着马的身体，人的脸，身上有老虎的花纹，还有着鸟的翅膀。他在四海之内到处巡视，发出如流的声音。如流究竟是怎样一种声音，现在还没有定论。流一般指石榴树，但不论是石榴树还是石榴的果实，都不会发出特别的声音。所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流可能是如流的误写，而后者有辘轳抽水声的意思。试想这位掌管天地花园的神，也许有灌溉的需求，能发出辘轳的抽水声，似乎也毫不违和。鹰韶身为天地花园的管理员，还肩负有巡查四海的责任，这恐怕就是他拥有马的身体并长有一双翅膀的原因所在。善于奔跑的马和能够飞翔的翅膀，都能够更好地帮助他履行自己的神职。西山经中还记载了一种和鹰韶颇为相似的神兽，山海经西次四经中说，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人面蛇尾，谥号举人，名曰熟狐。燕姿山上有一种叫做熟狐的兽，它和鹰韶一样，有着马的身体，长着鸟的翅膀，有一张人的面孔。不同的是，它没有了象征威严和武力的虎纹，却多了一条蛇的尾巴。熟狐毕竟是兽而不是神，没有看管花园和巡查四海的辛苦工作，闲散之余得了一个怪癖，喜欢把人举起来，又或者是驮着人，也堪称是西山经中的一枚小可爱。西次二经中还说到，凡西次二经之首，自前山至于来山，凡17山4140里，其10神者，皆人面而马身。西山经中分布在从前山到来山的17座山中，有10位山神都是人面马身的形象。有趣的是，西山经里还记载了祭祀这些半人马山神的具体方法。在祭祀时，需要准备一只雄鸡作为带毛的动物祭品，并且要求雄鸡的毛色还必须是杂色的。而祭祀的时候也只需要进行祈祷，不需要准备另外的精米作为贡品。从这个略显寒酸的祭祀仪式中可见，西山经中的半人马之神多数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山神，地位也相对较低。而接下来要登场的不仅地位要高得多，他的故事也要精彩离奇得多。山海经西山经中说，右西北420里曰中山，其子曰谷，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培杀宝姜于昆仑之阳，地乃陆之中山之东，曰瑶崖。大名鼎鼎的中山，就是那个上古神话中如雷贯耳的大神竹阴的所在。竹阴也被称为竹龙，中山之神。他人面而蛇身，通体红色，身长1000里。竹阴睁眼为昼，闭眼为夜，吹气为冬，呼气为夏，不饮不食，不需要呼吸。但当他呼吸时，就会产生风。这个既能控制时间又能控制天气的竹阴，堪称是华夏上古神话中拥有至高神力的龙，没有之一。然而没有意外的故事绝不是一个好故事。拥有不二神力的竹阴却有一个非常二的儿子，叫做谷。谷在外形上继承了竹阴的基因，长得人面而龙身，但是不务正业的谷与另一位人面兽身的神钦培一起闯下了一起惊动天地的大祸。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谷和钦培一起在昆仑山的南麓杀害了昆仑上的一位神宝姜。作案之后的谷和钦培畏罪潜逃，返回了谷的老家中山。然而这桩发生在地之下都昆仑山的弑神案，怎么能逃得过天帝的眼睛？震怒之下，天帝亲自来到中山东面的瑶崖，揪出了2个弑神的案犯，并就地正法杀死了谷和钦培。不过这2个弑神的案犯毕竟是神，他们死后戾气不散，化作了2只凶鸟。山海经中说，钦培化为大鳄，其状如雕而莫纹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陈狐，现则有大兵。谷亦化为俊鸟，其状如螭，赤足而直喙，黄纹而白首，其音如狐，现则其意大汉。竹阴的不孝儿子谷，一位半人半龙的神，因为一桩弑神案，结果却变成了一只能够带来大旱的凶鸟。他和钦培的作案动机，至今仍旧是个未解之谜。谷和钦培杀宝姜，与另一桩威和二父杀亚羽的案子，一起成为了华夏上古神话中最扑朔迷离的2桩弑神案。具体内容，大脸怪在往期视频中详细介绍过，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主页观看。在西山经里记载了半人半兽神里，除了前面介绍的几位主角之外，还有一些一笔带过的龙套角色。比如西次三经中说，从崇武之山到义望之山之间分布的23座山的山神都是羊身人面。祭祀这些神的时候，要用一块吉祥的玉埋在地下，祭祀用的金米是祭米。
此外，在前面提到的前山到来山的17座山之中，有7座山的山神都是人面牛身，除了4条腿之外，还有一只胳膊，行走时那只胳膊还拄着一条拐杖，他们是飞兽之神。祭祀这些神的时候，要用毛色纯净的羊和猪各一只作为祭品，并要用白色的尖草编成席子铺在地上。纵观西山经中的人兽杂糅之神，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地位较高的神往往是人和猛兽或者神兽的合体，他们常常肩负着与天地直接相关的职责。反观那些地位较低的神，则往往是和常见家畜的合体，他们与天地的关系较为遥远，而更接近芸芸众生，并接受百姓的祭祀。其实类似半人半兽的杂糅神，在整部《山海经》中有多达86位，我们以后会按照不同的山系分别制作内容介绍。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山海经》中有如此之多的杂糅神？他们究竟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另有真章呢？华夏的上古神话是我们远古的先人们在文化懵懂时期对世界认知的折射。我们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讨论：为什么西方的神话史诗体系完整，人物关系、故事情节非常清晰，反观我们的远古神话则显得纷繁芜杂，看似毫无逻辑可言？其实解释起来也并不困难，这就好比让一个儿童和一个成年人来写一篇童年主题的作文，儿童写出的内容往往显得简单稚嫩、晦涩难懂，而成年人则能写出完整的叙事和生动的人物。华夏的上古神话并非是人为臆造的华丽史诗，反倒是我们的先民们为了生存繁衍与大自然拼搏抗争的生命华章。那些无比简短的神话传说背后，常常是血泪甚至无数生命的凝结。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大自然很多动物是彼时的先民们无法战胜的，它们常常拥有更大的体型、更强的力量、更快的速度，甚至有些还具有当时人类无法企及的能力。于是恐惧就会产生，而恐惧是促生信仰的重要元素之一。出于对某些强大动物的信仰，图腾崇拜也就渐渐产生了。那时的先民们充满了对图腾动物的绝对信仰。但是随着人类使用的工具逐步发展，先民渐渐发现他们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尝试征服那些图腾动物，于是绝对信仰开始瓦解。但是由于图腾动物身上的某些特殊能力依然是他们无法企及的，这种信仰可能与远古祖先神灵信仰开始产生结合。这个时期有研究者认为，很可能是距今约1万年前后的中石器末期，半人半兽的信仰开始逐步产生，直到新石器晚期，半人半兽神可能就开始大量的出现。距今6000多年前的西安半坡出土的人鱼纹，以及距今约3000年的滦平县出土的挖面石人，也许就是彼时半人半兽信仰的实物遗存。直到人类文明时期，工具的使用已经足以让先人们战胜绝大多数的图腾动物，对他们的崇拜开始变得微弱，人逐渐取代了动物，成了神的主要形象。所以到了近古时期的神话中，动物形象已经在神的体系中彻底销声匿迹了。所以说，半人半兽之神的存在，有很大可能是远古先人从完全动物神崇拜到人神崇拜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山海经》几乎成了他们存在过的最全面的文字见证。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下期再见。